在下丐帮乔峰，谢谢恩公。乔舵主，都解决了。查清楚怎么回事了吗？是楚王帐下的新兵过来打草谷的，这是在带队身上搜到的，你看看。帮主现在何处？少林召开武林大会，汪帮主已然赴会。辽军有变，我去到少林，你们协助百姓。承让了，爹，这个人是谁啊？以彼之道还施彼身，能以对手的成名绝招击败对手，除了姑苏慕容，还能有谁？在下姑苏慕容复，不知有哪位英雄还想来赐教？这果然厉害啊！阁下好功夫，在下丐帮乔峰，在此领教一二。他就是乔峰，是啊，他南梦如北乔峰，这下人都讲了啊，南梦如北乔峰。
转星移。潜龙勿用。 看来是慕容复输了。哎呀，还是有差距。是我输了。乔峰厉害，你太谦虚了，连战那么多场，我只是借着蛮力占了一点点上风。改日咱们俩再切磋一下，才不枉我们今日相识。告辞。都说北乔峰南慕容乃当世俊杰，我看呀，不过夸张而已。看来这北乔峰南慕容到底是北边更胜一筹啊！公子，无妨。公子，你这福气遍布，怕是要输了。是我输了。恭迎马副帮主。哎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风儿还没继位做帮主，规矩理应如此。怎么，人齐了吗？人都到齐了。帮主，不光是丐帮弟子，就连在外有任务的宋西、陈吴四位长老也回来了，就为了一睹新帮主的风采呀！拜见帮主。四位长老，风儿，走吧。走。乔峰自入丐帮以来，对内友爱同门，敢于担当；对外保家卫国，抗击敌人，为我们丐帮立下赫赫功劳。方今天下大乱，辽人日渐南侵，蚕食我大宋天下。今日需要我等心存忠义，力挽狂澜。乔峰，弟子在。我们丐帮号称天下第一大帮，你可知道为什么？因为天下历朝历代皆有沦为乞丐之人。正是，我们丐帮的宗旨在于
重诺守信，除强济弱，是让为人不拘小节，但绝不可能失之大义。乔峰，你可知这打狗棒它的分量？弟子明白。好。汪建通不才，今日把丐帮帮主之位传于第9代弟子乔峰，执棒。诸位弟兄，今日我乔峰继承丐帮帮主之位，日后定将时时处处心念丐帮。哎呦，哎呀！老人家，这么做。哎呀，谢谢公子，谢谢公子啊！不谢不谢，公子。老人家，这些人为何如此着急啊？哦，哎，一看公子啊，就是从外边来的。这些天呐，这关外都成了辽人的天下了，十室九空啊，就连个救助的人都没有。这都是逃难来的百姓啊！辽军来势如此凶猛，不知何时便到。只有进去城，才有一丝活路啊！既然这样，为什么城内却安然无恙？这里有城墙拱卫，还有韩总兵镇守。边关外的百姓，没有谁不知道他的。这些年来，若不是他数次退去辽军，这城早就守不住了。你们先找地方住下，了解一下城内情况。重点是要查探清楚宋辽两方兵力的分布，没有特殊情况，不可擅动。是。公子，那你呢？我还有要事，我们分头行动。待我处理完事情，再跟你们会合。什么人？
怎么回事？不知道。快逃去救我！快起来！快点走啊！这边凶鬼，快！我这边人走了。再拿点水来！来了！来了！再过来两个人！来了！那边看看，什么情况？大家稳住，不要慌！在那边抓住他们！快上！呀！马车后面有人，包围他们！上！王爷，怎么回事？快！怎么闹成这样？水！有高手入营房作乱，不就是几个江湖草莽，你们就怕成这样？我大辽哪儿的胆气呢？此次出兵，势在必胜。别说是几个江湖人士，便是大宋援军真的来了，难道本王还怕他不成？王爷，王爷真要出手，他们肯定不是对手。但江湖人士多亡命之辈，王爷万金之体，何须亲自同他们战斗？我们虽然损失了一些粮草，倒抵不上根本。若是王爷有了闪失，那就不一样。正是啊，对方武功极强，我们已经有好几个高手都折在他们手里了。好在大营那边早就安排好了替身，王爷，还请先行撤退，以策安全。下楼18掌，也是乔峰。都别动！别动！替王爷松绑。是。你可知擒了本王是何后果？知道。对于王爷，乔某知道的还真不少。说说看。
你俩下去吧。是。当年圣宗逝世，遗命传位于长子兴宗。可太后喜爱的是次子重元，阴谋要立他为帝。幸亏重元及时告知，皇太后的阴谋才不能得逞。事后，兴宗为表感激，立重元为皇太帝，并允诺日后将传位于他。可后来，兴宗重病，违背了誓言，还是将他的皇位传于他的儿子，也就是当今的皇帝耶律洪基。耶律洪基继位后，心中过意不去，于是封皇太帝为皇太叔，并加封天下兵马大元帅，又封他的儿子聂鲁古，也就是您，为楚王，执掌南院事务，成为南院大王。王爷，您身世不同常人，在辽国也是位高权重。可别人知道你是皇族血亲，却不知还有这一层。你并非辽人，是如何得知这些？我丐帮遍布天下，要知道这些消息，其实也不难。我还知道，在辽国有不少人是支持你们父子，说耶律洪基是篡位伪帝，而你父亲才是正位为君。哼，那又如何？王爷，您是聪明人，现在的情况，你看得比我们还清楚。你现在落在我们手中，你父王、谋士、亲兵，或许想救你，可上京那边的人却未必。你确定他们不会借故谈判不下，而让你迟迟回不了辽国？又或者发生什么意外，让你死在这里？辽国各部落或许有拥戴辽帝的，也有支持你们父子的，双方意见不一，矛盾之深，并非是一两日能化解。宋朝与辽国达成协议，据我所知，你打破合约贸然出兵，辽帝未必同意。若是你打赢了，那还好说。可现在，您坐在这儿，您想想，您被我们羁押久了，这兵权还会一直在您手上吗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很简单，我们只要边境的安宁，和百姓能够过上几天舒心的日子。乔帮主，进。乔帮主，王爷，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您这个南院大王到底值多少。辽宋和谈不过才1年时间，辽兵就以刀兵犯境，我们没有别的要求，只希望贵国信守承诺，马上退兵，并保证永不再犯。大宋什么都不给，就想让我们退兵，也太一厢情愿了吧？别的不说，这么多兵士的军饷，
还有我们被烧毁的粮草、马匹、过冬物资等，谁来赔偿？若是补不上这个亏空，退兵之事恐怕没得商量。切！抢盗劫盗，居然还让被抢劫的人赔偿损失！我老叫花子活了这么多年，还是头一次听说这么不讲道理的事。韩将军，两国交涉，什么时候轮到闲杂人等发言？不要以为有几个江湖人士坐镇，就得意忘形。王爷固然在你们手里，可真要打起来，你们这点兵力根本就不是大辽的对手。楚王乃辽国的南院大王，身份何等尊贵，真到了兵败那一天，你们还得恭恭敬敬把王爷送回来。王爷，这是……我答应退兵，这就放我走。我堂堂楚王，说话自然算数。好，好，好！辽军后退40里，我立刻放你走。萧峰，我记住你了。慢走，不送。哼！自从与那乔峰交手之后，公子便心神不定，不知公子是否愿意与在下一陈心事？江湖中有道是，北乔峰，南慕容，听起来像是平分秋色，不分伯仲。但是黑与白不可能相容。我自幼学识渊博，天下武功无不通晓，可这次交手，我却输给了乔峰。如今，他已是丐帮帮主，掌管着天下第一大帮，有的是人替他奔走卖命，而我慕容复，却只有几个家臣来差遣。兴复大宴，道阻且长，怕是完成不了了。慕容复，你可记得你大燕皇族的身份？你可记得主公临死前的嘱托？古来成大业者，哪一个不是历经千辛万苦？7年，我大燕开邦建国，威震河朔，是何等不易！如今就这么一点挫折，你难道就要放弃吗？我问你，你爹爹替你取名为父，是何用意？爹爹替我取名为父，是让我牢牢记住列祖列宗的遗训。哥哥，公子，多谢哥哥骂醒之恩。公子，万万不可！复国大业，非同寻常，个中的难处更非常人所能想象。公子，切不可因一时的义气而坠了我大燕皇族的志气。哥哥提醒的是，但是复国大业不是一日之谈，更不是你我几个人便能达成的。如今天下大乱，各国关系错综复杂，我慕容氏想重建当年风光，少不了拉拢人才，招拢盟友，重建自己的势力。只要你我君臣同心，图谋发展，必能夺回江山，兴复大燕。公子，师傅真是厉害呀！快，再来了！快！
星宿老怪，看来这数月里你也收了不少徒子徒孙呢。非也，哪来的那么多徒子徒孙？不过都是些黑道武林、旁门妖孽，都来当狗腿充人数的。一群三脚猫功夫，人数再多又有何用？好啊，那我就让你们见识见识真正的功夫。哈哈哈哈！应战，自然是百战百胜啊！你们这些跳梁小丑，还不快快抛下兵刃，哀求我们老仙的饶恕吧！情势凶险，我陪你出去吧。啊！我又没有受伤，又没有被人点中穴道，而且我表哥武功高强，护我绰绰有余。段公子，你还是请回吧。啊！哎呀，那不成，那万一一会儿有凶险呢？星宿老仙驾临少室山，用小指头轻轻一点，少林寺便顷刻坍塌，叫你们无处可逃。无处可逃！师傅，我来帮你按。去。想必是丐帮帮主庄聚贤吧？怎么戴着面具，不敢露真容啊？非也，其一呢是身份可疑，其二，他没有战胜的把握。若败于少林的话，他可以全身而退，以免面上无光。庄大哥，这里人很多吗？丁春秋和他那帮虾兵蟹将也来了？来了，人数还着实不少。好得很，省得我千里迢迢的跑到星宿海去找他算账。阿死无定的眼睛怎么了？何时成了星宿派的掌门了？我这个女儿出于丁春秋的门下，刁钻古怪，顽劣无比。她武功平平，却也双目失明了。她居然敢反徒为师，去履丁春秋的虎穴，此事只怕难以收场。就咱们这几个人，实在难以和星宿派相抗衡啊。这星宿派人多势众啊，我们难以硬抗。若是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，只能够趁乱冲杀一番，护着他先行离开。胡混冒充，好不要脸！星宿派掌门乃是丁老仙，哪儿轮到什么姓段的来做掌门？快站出来，看我打碎他！对，打碎他！碎啥老成？你有本事站出来呀！哼！星宿派弟子听命，本门规矩，掌门人之位，有能力者居之。谁的武功最高，谁就是掌门。
半年之前，我与丁春秋一战，我把他打的是落花流水，他跪在地上向我磕了18个响头，双手奉上了掌门人之位。怎么，他没有告诉你们吗？没有。丁春秋啊，你身为本门本派的大弟子，怎么能够做出这么胆大妄为的事情？你这简直就是欺师灭祖，隐瞒大家呀！不过是个16、17岁的幼女，双眼又盲了，怎么能做星宿派的掌门呢？这丁老贼何等难缠，又怎会输给他呢？哎呀，小阿紫啊，这个本派掌门人之位，有能力者居之，此话不假。只是你觊觎掌门大位的话，要有真实的功夫。怎么样？你就接我3招如何？嘿嘿嘿，走人！哎，我跟阿紫比武，你来干什么呀？啊！哎，你怎么会我们星宿派的腐蚀毒啊？帮主怎能以本帮弟子性命为代价？那与星宿老怪何异？要是乔帮主在，又怎会？相距6、7丈远，怎能一招手便把那姑娘擒了过去？这功力可……不，他手中有暗器。住手！不，你快把段姑娘放开！你快放开她！哦，原来你这小子被这臭美娘给迷住了。妙哉妙哉，再好不过了。哎，你是不准备她死吧？你快把她放开！我凭什么要放她？她是本派的叛徒，目无尊长。我不杀他，还去杀谁？不，我在这，你说什么都不能害他了。你已经毒瞎了他一双眼睛了，我求求你，你把他放了，我重重有谢的，我重重有谢。要我饶他一命，也好，不过你得替我做几件事儿。依的，100件、1000件，哪怕1万件，我都依你。好，第一件事情，立即拜我为师，从此成为星宿派的弟子。师傅在上，跪了！因为有个女的跪下，弟子，弟子庄居贤给师傅磕头了。究竟什么事儿啊？师傅，你该把他放了吧？啊，放了他！哼，这臭婆娘胆大妄为，我为什么要放她？当然，你要是将功赎罪，替我做几件事情。师傅，你说要弟子做什么事情？很简单，去那边，少林派的玄慈方丈，跟他挑战，把他给杀了。
师傅，弟子和少林方丈无冤无仇，虽然丐帮要和少林派争雄，但不至于杀个你死我活啊！哦，你口口声声拜我为师，却违抗师命，全是虚假的。不，弟子定当尽力而为。不过，师傅你说的话，可不能不算，不能加海阿紫姑娘。听好了，杀不杀玄慈是你的事儿，杀不杀阿紫，那可在于我。嘿嘿嘿嘿。玄慈方丈，少林与丐帮向来并斥中原，不相同属，而今天咱们却要分个高下。胜者为武林盟主，败者服从武林盟主号令。天下各位英雄好汉，有哪位不服，尽可向武林盟主挑战。阿弥陀佛，丐帮数百年来，乃江湖中侠义道。比派历来对丐帮尤为尊敬。数百年来，少林派与丐帮交情甚好。却不知今日庄帮主为何忽兴问罪之师？我大宋南有辽国，西有西夏吐蕃，北有大理。此人竟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楚。我大宋近年来外患日深，大伙本当齐心合力，共赴奸危。可各门各派、各帮各会却你争我斗，自己人跟自己人打架。契丹人萧峰单枪匹马的一闹，中原豪杰便打了个败仗。又听说西域星宿海的星宿老怪，他是星宿老怪，你就是星宿小妖。星宿老仙，法力无边，神通广大，威震天下。星宿老仙，法力无边，神通广大，威震天下。无知小儿，蠢笨如驴，大胖狗屁，奇臭无比。那你也来一段啊？你也来一段啊？来一段，就是啊。树不要皮，必死无疑；人不要脸，天下无敌。星宿贼驴，没脸没皮，乌合之众，几番狗屁。正是因为我江湖同道不能齐心合力，以致实受藩帮欺压。我丐帮主张立为武林盟主，大伙儿听奉号令，就算有什么大事发生，也不至于乱成一团了。玄慈方丈，你赞不赞成？庄帮主如此说，倒也言之有理。只是老衲有一事不明，可否请教啊？快说。庄帮主已拜丁先生为师，便算是星宿派门人。星宿派乃西域门派，即使中原武林同道要推举一位盟主，阁下怕也不便参与了吧？方丈所言极是，你是藩帮门派的走狗奴才，岂可妄想做我中原武林的盟主？方丈所言差呀，老夫乃是山东曲阜人士，星宿派是居住西域，那也是我暂时的居住之地。要争论起来，少林武功乃是天竺达摩祖师所创，我想，你这少林派才是西域门派吧？天下武功根源难考，本帮庄帮主就是中土人士，本派又是中原门派，自然是中原武林的领袖人物啊。玄慈方丈，今日之事，当以武功强弱定胜负，不以言辞舌辩定输赢。只要你二位首领出来比试一番，高下立判。若是不愿出手，也可以甘拜下风，
推举我们庄帮主为武林盟主，那也未尝不可呀。哎，阿弥陀佛。庄帮主既然执意要老衲出手，倘若我坚不肯允，倒好像是对贵派不够尊敬。各位英雄，今日人人亲眼目睹，我少林派绝非要与丐帮争个高低贵下，实在为庄帮主步步紧逼，老衲退无可退，方行此亲者痛，仇者快之事。今日咱们都是见证，少林派丝毫没有理亏之处。比武较量，强存弱亡，说不上谁理亏不理亏，快来动手！好，那老衲今日便以本派的大金刚掌和降魔禅杖，领教一下丐帮的降龙18掌和打狗棒绝技，好让天下武林好汉亲眼目睹丐帮数百年来帮主的嫡传功夫。阿弥陀佛。这是星宿派的邪门功夫，不是丐帮的功夫。和少林派比武，不能使用邪派功夫。帮主，你应该使用降龙18掌才是啊！哼，星宿派神功比降龙18掌不知道强到哪儿去，干嘛不使强的，反而使差劲的？哈哈哈哈！就是啊，星宿武功天下第一，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。降龙臭掌，狗屁不值，狗屁不值。是谁说降龙18掌不如星宿派的武功？哎，谁呀？这谁呀？众位兄弟，萧峰已被逐出丐帮，诸位不需再用旧日称呼。乔帮，乔大侠，自别之后，咱们众兄弟每日都很想念乔帮主啊。就是你说星宿派武功远胜于降龙18掌。哦。阿紫，念经怎么了？我眼
经瞎了，是丁春秋那个老贼弄瞎的。姐夫挖瞎他的双眼，替我报仇。你快把阿紫姑娘放开！你快放开她！阁下何人？在下我是丐帮帮主，庄帮主。段王爷，令千金在此，交给你了。姐夫！姐夫！司魁、赌城，把小姐带到安全的地方，务必保其周全。是，主公。我走。姐夫，姐夫，我不走。姐夫，妙计妙计，王姑娘，我，大哥，大哥，兄弟，别来可好，可想杀小弟了。别来无恙，一言难尽。万幸，你我都安好。乔峰乃是契丹人，人人得而诛之。今日可不能再让他活着走下这少室山去。对，我们一起杀了他。这儿来了就别想走。留在这儿，别走了。留下，可现在时局恶劣，只怕我们两兄弟难再多续。你先退开吧，山高水长的，咱们后会有期。大哥，兄弟自当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今日大哥有难，小弟焉能苟且偷生？萧大侠与我与小女有恩，然臣我会设法冲入人群，助他脱险。是。可是对方人多势众，主公又有何妙策脱身？大丈夫恩怨分明，当尽力而为，以死相报。乔峰身负我玄苦师兄命案，罗汉堂弟子把守下山的各主要路口，此事不调查清楚，绝不容他再下少室山。是。公子爷，今日各路群雄齐聚在少室山，你看，我们是帮的少林，还是帮的丐帮呢？我看那丐帮的什么帮主庄聚贤，只是个小人，远不及萧峰豪侠仗义，竟然拜那个丁老贼为师，真的不知羞耻。要不然，我们就相助那少林，灭一灭那小子的威风，让那丁老贼也知道我们的厉害。公子爷意下如何？各位兄长，我们以复兴为第一要务，岂可居于个人的私怨？萧峰杀师杀父，乃中原武林之公敌，我慕容复又岂能视而不见呢？萧兄，你是契丹英雄，我慕容复今日想领教阁下高招，便是死在萧兄掌下，也算是为中原英豪尽了一份薄力，虽死犹荣。慕容兄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我大哥与你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当时大家都怀疑你的时候，也曾为你分辨，你又何必趁人之危呢？段兄想做打抱不平的英雄好汉的话，一并上来赐教便是。我又有何本事赐教于你啊？不过是说句公道话罢了。嘿嘿，姓萧的，我看在你年轻，让你几招。现在开始，我不让你了啊！姓萧的，杀父之仇不共戴天，今日咱们便来做个了断吧。你们三个，一起上吧！
众位兄弟，这位是大理段公子，我的结义兄弟。今日我们身陷重围之中，寡不敌众，势难脱身，你我生死与共，生也罢，死也罢，咱们痛痛快快的喝他一场。好，今日必须与大哥好好的喝上一场。大哥，三弟，二哥，三弟，大哥，你们喝酒为什么不叫我？喝什么？大哥，此人便是我的结拜二哥。他出家之时法号叫做虚竹，我和他结拜的时候，把大哥也一并结拜在内了。二哥，还不赶紧拜见大哥？哦，虚竹，拜见大哥。我这兄弟做事有些痴情，竟将我也结拜在内了。来，快起来！此刻情势凶险，生死就在顷刻。这位兄弟敢挺身而出，定是重义轻生的好汉子。能结交此英雄好汉，不枉了。这18名契丹勇士，对我忠心耿耿，平时相处如手足。今日，咱们大喝一场！喝！干！干！大哥，丁春秋就交给我吧，我跟他有好多账要算。丁春秋，今日我要为我逍遥一派的师父、师兄，还有我少林寺的同门师兄弟们，还有我太师叔玄难大师报仇！想不到二弟的武功如此了得。大哥，18旗听令，保护段公子。是。
生中说要和2位哥哥同患难，事到临头却躲在这里受人保护，算什么义气？左右是个死，大哥二哥如此英雄了得，我这老三可不能太不成话。于婆婆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启禀主人，属下收到梅兰竹局4位姑娘传书，得知少林寺和尚要为难主人，便知会各部精锐前来营救。幸好主人无恙，属下不胜之喜。于婆婆，我可是少林寺弟子，你的言语不得无礼的。是，属下知罪。结账！要死要活，死有什么好？当然是活着有滋味了。别杀我师父！打他如同打我元老！休生儿！表哥小心，大理段氏阴阳石不可轻敌。
爹！这招是六脉神剑。爹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公子激动！丐帮向来以人侠为先，你身为一帮之主，竟与这些新秀派的妖人同流合污，辱没了丐帮数百年侠义的美名。走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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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吧。赶紧给他几片生死符，让他知道厉害。于婆，要这种生死符，得要些酒水吧？妙极，妙极！掌门师叔，快杀了丁春秋，给祖师爷和师父报仇！师叔，快取解药！这毒药好生厉害。痒死了！星宿老怪，赶紧交出解药，否则叫你永远都解不了这生死符。掌门师叔，快动手啊！师门之仇，焉可不报？师叔，取解药要紧。于婆婆，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，也拿不了解药。要不我们先把止痒丸给他吧，好吗？这半粒解药可以解你3日之痒，3日之后奇痒复发，我主人是否还会给你解药，就要看你乖不乖了。
解药。嗯。好好好。这个红的是外涂的啊，白的是内服。段兄，你这招恶狗吃屎是大理段氏的独门绝技吧？不是。公子借笔。三弟，你6种剑法起始，转换之时中间会有空隙，不妨只使用1种剑法试试。多谢大哥。这南慕容北条风齐名已久，今日得见，果然是名不虚传啊！大理段氏的6脉神剑着实了得，为了姑苏慕容也不落下风。阿朱那日所以甘愿替死，是因怕我杀他父亲之后，大理段氏必定找我复仇。三弟剑法如此神奇，倘若真与我为敌，胜负难测。灵鹫宫主人英雄无敌，李小的实在佩服。天下武林之主，非主人莫属啊！丁春秋，你灯烛之火，竟敢跟日月争光啊你！这老东西居心叵测，恳请主人早日除了此仇来呀！除了呀！你们这些无耻小人，怎么能将吹牌星宿老怪那番陈词滥调、无耻言语，转而称颂我的主人？这真是无礼之极！是，小的呢，给您换个花样。保管各位仙姑满意，满意！各位仙姑貌美如花，胜过西施，胜过杨贵妃呀！混账！胜过西施，各位仙姑摆起来，无耻行为，把他们都带下去。阿弥陀佛，少林寺须字辈弟子虚竹听令。
手下留情。我是你心中所念，只有你表哥一人。段某敬你，爱你，绝不愿令你伤心难过。月儿。 公子，人家饶你性命，你却反下毒手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我萧某竟与你这种人齐名！公子，公子，你没事吧？闪开，闪开！